我花了钱，然后武器都没来，但缴了你要保护我啊！重点是监督机制，重点是授权，重点是具体的采购项目。国民党不反军购，怕的不是付保护费给美国，怕的是我们钱花下去，结果流进的是民进党的口袋，那你怎么得到美国人的支持？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he host. 非常感谢两党的成员的黄国昌主席以及两党辛苦的总召党团干部，以及今天呢两大在野党共同守住了国会运作最基本的原则与底线哦。我们不让国会沦为橡皮图章，而是真正守住民主价值、原则、尊严，也对全国人民清楚负责任的交代。两大在野党与民进党最大不同是我们不会空口白话，更不会睁眼说瞎话。今天真正为中华民国国防力量作为坚实后盾的是国民党与民众党。民进党提出 1.25 兆空白支票，打着保卫台湾、强化国防的名号，实际上就是内容不清、毫无细节，企图浑水摸鱼，而延宕了真正重要的军购。因此，第一批美国军购发价书送抵台湾后，身为国会多数的两大在野党，立刻负责任的、毫无延宕的提出真正具体、负责任的民众党版与国民党版。这也是为什么第一批金额是依照第一批发价书的内容所提出，也就是国民党提出主张加 N 的原因。因为这从来不是我们的上限，而是希望保留未来立即处理对美军购的完整空间。但同时，我们也非常清楚，我们所支持必须是经由官方政府授权认证的军购内容，因为只有如此，后续的保障与相关程序才有完整的依据。非常感谢两党委员投入专业讨论，也感谢黄国昌主席对立法细节专业投入，帮助我们守住清楚的原则与底线。这是一部只针对美国军购的特别条例，无论内容、金额、发价书都必须明确清楚，绝对不能任何不清不楚、浑水摸鱼的内容，有机会腐蚀人民的纳税钱，也不让任何想借机捞油水的人得逞。按照民进党 1.25 兆空白授权，那才是真正没完没了、无限延宕。因为他们自己也知道，国民党与民众党不可能接受毫无监督的空白支票。真正负责任、真正守护台湾、推进军购、强化防卫力量的，只有国民党与民众党。而且我们说到做到，台湾的国家安全必须是两只脚都站稳。另一方面，拥有足够强大的防卫力量；另一方面呢，也必须持续不断的努力追求两岸和平，扩大两岸对话与交流，稳住两岸和平关系，尽最大努力排除战争与军事冲突的可能，排除所有战争的可能，迎向和平的康庄大道，才是我们对台湾人民最专业的承诺。我们维护和平，确保国防，才能真正保护台湾，才是真正爱台湾的表现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这也是我们对国际盟邦最负责任的态度。要稳固台美关系，靠的是负责任的国民党、民众党，而不是说一套做一套，满嘴谎言，随意开空白支票。民进党，今天我们一起为了台湾民主，为了国会尊严，为了国防安全，为了扩大和平的所有可能，共同努力，让台湾2300人团结一致，中华民国一定能千秋万世，我们的民主制度一定能够长久延续。谢谢大家。搞了一个图表啊，弄得比较清楚一点。什么是3800亿加 N？ 什么是3000亿加4300亿？这个副会计总要亲自说明的哦。原来军购是111亿美元，就是3600亿的军购。这个20亿美元其实已经编入了年度预算，所以剩下的90亿约是3000亿才需要列特别预算。那你说3800亿是什么？因为还有200亿是留给美方的一个执行空间，或者说我们就汇率的一个波动做了一个预留空间，也就是不把它加的卡的那么死。因为大家知道美元跟台币换算不可能是整数，我们都讲整数，但是其实是取约略哦，是这样来的，逻辑是这样哦，所以我们只要知道，所以3800亿加 N 事实上是在3600亿的基础。那什么是3600亿的基础呢？是已经定案的项目，是美国已经确定给了发价书。什么是发价书？就是采购合约书。那你说为什么叫采购合约书？因为告诉你，美国的阿爸就是林北好利合约里就是要吞，好，就这么简单，所以就单方面给予，然后你单方面的人接受，就这么简单哈。这就不是采购合约书，它就是一个必须被执行的采购合约书。这就是台湾的悲哀。但是我知道，在这个悲哀上，我们能做些什么？3000亿才列入特别预算，剩下的直接预算已经编出去了，所以这个叫做第一期3000亿元。这800亿其实还倒减到3000亿，也就前面编掉就不给了哦。本来3800亿是要另外编的。再来4800亿是什么？新增项目用于软硬什么？我跟你讲，这几个是美方已经正式告知台湾军方，未来他要给发价书的，总计是4个项目，4800亿。但是你说，那为什么没有发价书呢？美国人没给，为什么没给？因为川习要见面，习川会根据外媒的报道，到现在中方也没有否认，但是也不会承认，就是史无前例第一次要谈军购，对台军购，过去大陆是不愿谈。
美国是不给谈，这是史无前例第一次，因为大陆认为这是内政，不会跟你谈这个。美国继续卖，因为我根据台湾关系法6项保证，我就是要卖，这是史无前例第一次。这个过去美国中没人敢跟大陆谈，也没有人愿意跟大陆谈，但是大陆已经太强大了。美国现在在伊朗受挫，所以他也必须。那这几天政经形势非常复杂了，这个就是差别。所以简而言之啊，有人说郑丽文被打脸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笑的事情。3800亿加 N 不但没有增加，还缩水了。实质上要给出去3000亿，剩下4800亿，但凡美国人不给发价书，1块钱没有，而且写得很清楚，用于什么什么项目写得非常清楚，这就是郑丽文讲的。而且呢，才1年1期编列，行政院长必须到立法院专案报告经过同意才可以筹编，还不是空白授权，严格度跟特别预算仅次于特别预算而已，相当于是特别预算执行的时候，你还必须要每年来进行说明，相当于每年重编一次了，显示非常的严格。目前已经有发价书的大概是3000亿，那后面我们有所谓的加 N， 加 N 就表示我们对于对美军购的一个正向的态度、负责的态度，所以不需要再一次又一次的扣党中央或者是国民党莫须有的罪名。说我们反对对美军购，这个加 N， 第一个它必须是对美军购，第二个有发价书，第三个我们在整个预算的审查的程序如何能够真正的落实，防止被灌水。我相信大家其实共识的程度是很高的，我们不需要有一些莫须有的分歧跟对立，我们很具体的就事论事。大家的共识就是排除军购以外的这些部分，因为那是争议最高的。我们先确立，只要是对美军购的部分优先处理。中国国民党才是坚定不移支持中华民国国军、支持国防力量的负责任的政党。从头到尾讲的话是一样，这个是中常会就讲出来，就已经很明确的讲出来3000亿，所以其实这次谈的直接可以到美国拿到的是3000亿，4800亿等于要等川习会后定夺，因为美方已经冻结了这一切。那这个问题就是北京跟华盛顿的问题，这不是台湾人能处理的。我坦白讲，我也觉得很悲哀，我们沦为被大国鱼肉的状况。我作为一个台湾人，我觉得很悲哀，但是你不得不面对，这是个国际地缘政治的现实。所以3000亿降下来，其实800亿还少给出去，4800亿就看你北京跟华盛顿你自己瞧嘛，就看你川习怎么瞧嘛。那至于3800亿加4200亿的8000亿，跟上面这两个是有什么鸟关系啊？赵少康这个版本除了数字像一样，内容根本完全不一样。这个3800亿先不说，多了800亿你不处理，这个是为了这个 N 卡死，所以多给800亿是有那个扣打预算。4200亿，请问你的4200亿是什么？也不是4800亿的所谓的发价书，也不知道你是什么内容。请问空白授权有什么不一样？对，难怪你宣称你胜利，结果文章里面尖酸刻薄，这就是这样子啊！一直在争执这个数字，你们就已经落入了对手的框架。一个中间选民来看，你国民党自己这2个月以来搞得好像党中央跟党团是对立的，是分裂的。但或许这是某一些人的期望，比如说赵先生或是其他人，这不应该是这样子的。党团跟党中央怎么会是分裂的呢？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呢？3800加 N 跟8000甚至91.3兆都是相容的，完全相容。重点是那个加 N 代表的是我们拒绝空白授权，但反过来说，只要你给了明确的发价书，给了具体的采购项目，你该给的都有给。国民党不反军购啊，我个人也是觉得该交的保护费就交，但缴了你要保护我啊，对，你不能我花了钱，然后你武器都没来，这样也不对。所以国民党作为一个最大在野党，第一个国民党绝对不反美，第二个国民党支持军购。民进党一边贴什么国民党反军购反美，没有，国民党支持军购，国民党亲美，但重点是我们对内要负起监督的责任，所以重点是发价书要有，然后监督审查机制要有。我这个特别条例的这个上限开下去之后，我不是跟你民进党这样乱花，我每一年我预算还是要审，对选民交代嘛，对我们纳税人交代嘛，缴了税就被民进党这些人拿去乱花，我不甘心啊。那这个加 N， 你说只要达成上述这些条件，你说
加4000亿、加5000亿、加6000亿，我觉得我都买单。只要你来明确台湾有需要的，我们就给，我觉得这毋庸置疑。但我就觉得有点摸不着头脑。我2个月以前我就讲了，那当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看我们双主修直播嘛，是我3月6日讲完之后呢，我没有另外写成一篇文章，我没有去呼吁国民党去消除这个疑虑，要有一个人跳出来说3800加 N 跟8000、9000因为那时候很多个版本嘛是完全相容的。那国民党的底线在哪里？国民党的原则在哪里？是要监督，是要明确的授权，这才是国民党应尽的职责。我说，但凡是2个月以前我们强力宣传这一块，或许就算有人要见缝插针，要挑拨离间，他都不会成功。就算你签了这个8000亿，可是如果这个8000亿没有附带任何的条件，那也是一个空白授权条款啊。那我们该花的钱不知道花到哪里去，而且你以为花了8000亿、9000亿甚至1.3兆，你就能够买得到美国人的支持吗？现在执政党民进推的是1.25兆甚至1.3兆。我们在监督这个军购的时候，如果我们照单全收，完全不设任何条件，美国人心里也看不起你啊。你国民党就已经是在野党了，民进党这样对你在野党予取予求，然后你国民党也是照单全收，美国人当然看不起这种弱者嘛。你凭什么跟我谈？我就认定你就只是会听话的狗，你连狗都不如。第一个，谁得分比较多？民进党得6分，你们得4分，你还是输。第二个，你如果签到9000亿、1.3兆，如果你要买到美国人的支持，前提是你买这些东西花的钱要流进美国人口袋，买支持你也要把这个钱送到人家口袋嘛。我们怕的不是付保护费给美国，我们怕的是我们钱花下去，结果流进的是民进党的口袋，那美国人也没拿到钱啊，那你怎么得到美国人的支持？重点是监督机制，重点是授权，重点是具体的采购项目，保护台湾人的安全。前阵子就发表过文章，在台美的关税贸易协定的那个后，我就说过了，美国就希望我们台湾多买东西嘛。那你说3800跟可能1.2兆，或者是这个8000、9000有几千亿的差额，5、6千亿的差额，买什么？买核反应炉啊！不管是传统的大型机组，还是小型的 SMR， 我记得在更早之前，3月6号在前一集第一次谈台美贸易协定，注意到一件事情，里面有提到台湾不可以向某些会引发战争疑虑的国家采购核反应炉。那当然你也知道。我知道他们在指什么，但是为什么要写那一条？我那一条叫废话，因为根据多年的台美原子能协定，我们核能相关的反应炉设施燃料只能跟美国买，或是美国允许的国家买，比如说法国。好，但是在政治上，你把废话重写一遍，那就不是废话，那就代表暗示你可以买反应炉，而且要跟我美国买。核反应炉这件事情跟国安、跟国防有没有关系？有。过去多年，美国人看台湾的非核家园，能源断炊。能源国防安全被破坏掉，美国人多次的警告，从智库学者到能源部长，全部都出来讲话 ，AIT 后来也出来讲话，所以中间这个差额可以买这个东西，不就好了吗？而且你要记得，川普是一个商人，跟历届美国总统不一样，是他是个商人。川普脑中想的当然是美国的利益。可是对川普来说，他不拘泥于军工业，他不拘泥军火商，只要你这个钱能够流进美国，可以买别的东西啊，不管是要你买飞机、买核反应炉、买什么设备，只要钱赚得到，我们可以做交易的。为什么很多民进党的人他们预测川普的行动一直吃瘪？因为民进党一直在用以前对民主党的那一块，甚至川普也不是传统的共和党人，所以不管是你对民主党还是对共和党那种传统的外交手段，你没有办法预测川普的。川普是一个商人，但是我们要提出来就是说，我们对用商业的逻辑，你想想看，核反应炉可以维持40年到60年的营运合约，这是不是一个长期稳定合作的契约？而且是不是能够让台湾真正卡进美国的产业供应链？这是不是才是商业跟国防结合的最顶级合作、战略合作？而且，如果我们台湾这边主动的提出我们要买什么项目，而不是被动的美国给发价书给什么我们就买什么。一方面，我们可以跟美国人主动的表示我们愿意买、愿意花钱，而且我们意愿非常的强，我们展现充足的诚意。请问这是不是更加巩固台美关系？第二个，我们面对国内的民众，我们也可以跟台湾人老百姓说，我们向美国采购核反应炉，我们解决能源自主的问题，我们解决能源国防安全的问题，是不是真正能够保护台湾，买到台湾真正需要的东西？是不是能够一举逆转？我可以主导
采购的这个舆论，采购的这个话题，这才叫谈判。你不是在那边被动的说，一直被解释哦，我们国民党不是要挡军购，我们是为了要监督，你一直沦落到被动的解释。针对军购议题说明完整，从来不是多少钱的问题，是原则跟逻辑问题。所谓军购预算加 N， 立场很清楚，要有正式的对美军购。第二，必须要有发价书。第三，预算审查必须能够落实，防止灌水。那些不清不楚的商购、语焉不详的支出，我们连讨论都不知道怎么讨论。所以，第一要正式对美就政府对政府，必须要有发价书。第三，审查被落实，逻辑很清晰，也就是美方正式说了，或我们正式提了，提完之后发价书要来，然后不能被灌水。这是3个条件缺一不可。请问7800亿里面3000亿加上4800亿，是不是落实了这一点？这叫做原则问题，这叫做逻辑问题。原则与逻辑缺一不可，这是为什么说要打脸这些这么造谣带风向，真的不要再当蓝鸟了。有青鸟已经够乱了，好不好？这世界不需要这么多鸟，好，就单纯混乱的世界留给青鸟，让他们自己去嗨就好。立文亲自向韩院长负荆请罪，我主席会去化解。韩国瑜说早就翻篇，不足挂齿。团结跟分化到底是谁呀？针对军购案进行朝野协商，我再次强调，目前坚持1.25兆军购预算，到目前为止从未向国会提出完整说明，只知道大致分成对美军购、商购、国内军工生产几项大投资，内容语焉不详。这种情况之下，国民党选择空白授权，等同开出一张巨额空白支票。这种结果可能不是强化国防，而是让贪污腐败提供空间。我们不能也不会让它发生。然后呢，跟黄国昌进行非常深入完整的沟通，多方确认目前已有的发价数就是3000亿，并非外界所说的3500亿。所以加恩的提出就是每一笔都要经得起检验。最后韩院长石磨烯，院长承担高度与责任，他从来不会主张任何数字与具体条文内容。这个预算在立法院要怎么处理、怎么协商、怎么审议，最后我们得到的结果是不是有利于全台湾？尊重立院党团自主，别让令不出党中央。他宣布他赢了，立法院通过的军购通过7800亿，就是接近我自始主张的8000亿。而且呢，他还特别的举说，我是把朱立伦、卢秀燕、徐巧芯、郑丽文意见融汇在一起，坚守党中央底线，也包含党内领袖的立场，用心良苦啊，却被党中央动员各种力量，四面八方围剿。我来跟各位解析哦。大家还记得我们刚刚讲的吗？重点是那个加 N 的条件，不是加 N 的数字。加 N 的条件是什么？是要有明确的发价书、具体的采购项目跟监督授权的机制。刚才那边说什么？国民党我接受美国第一次发价书，然后呢，只要美国送第二次发，国民党一定会通过。既然如此，那为什么不一次就通过？如果一次就通过，那这个主张其实是更接近民进党的主张。民进党的主张就是1.25兆一次通过，无条件不能审，你就是完全空白授权给我，就是先画一张1.25兆的支票。所以赵先生可能搞错了，因为他的这个主张其实除了数字上不一样以外，他的实质内容是民进党的版本，只是数字打个折，但是机制上完全是民进党的版本。所以他一直在攻击说你国民党搞一个不清不楚、莫名其妙的 N 是哪个天才想出来的？你国民党既然要接受美国的发价书，就开大门走大路啊，对不对啊？通通都一次过啊，你就不是白白跳进民进党给国民党挖的亲中反美的坑吗？我们外部看到的是什么？这感觉好像奇怪，为什么国民党的党中央跟党团在吵架、在分裂？那请问这是不是民进党要的？是。我觉得今天你要骂国民党可以，你要骂郑丽文可以，有一些人的骂法，这真的是纯纯的挑拨离间，巴不得看到国民党中央跟国民党团分裂、内战，我就觉得。有必要吗？而且不是赢了吗？为什么讲话如此尖酸？胜利者的发言是这样吗？胜利者的发言是这个样子吗？我好像说了一个很屌的说 N 就是0，国民党就是反美，3800亿就是中共走狗，他讲对不对？他还自己说如果这样讲就是中共走狗啊，那照他的逻辑，如果是不能看的嘛，所以纪凌年就是干韩国瑜，要退韩国瑜的党，那赵少康就是骂3800亿是走狗，中共走狗。你知道另外一个什么？他说加 N 就是加0，所以就是反美。就是我在强调的是，你要
骂国民党可以，你要骂郑丽文也可以，都可以。可是你不能够像民进党那样子为骂而骂，为黑而黑。这一段时间国民党的乱流真的是赵先生献出来。对啊，如果他没有一再的强调3800亿跟8000亿差别，需要赖士葆委员出来讲说，哎呀，不要再吵3800亿。那委员是打圆场啊，然后不会有陈雪生出来呛说再吵我要退党，人家出来点你不听，最后骂你，你又在那边哀说不要围剿我，反而都是我们这些不是国民党的人在帮国民党抱不平啊，在帮国民党着想啊，这个世界好乱啊！这整件事太荒唐，提出了不一样的想法，那就党团内部解决。谁把党团内部变成社会公众讨论的？且谁在抹红？说出3800亿是中共走狗，说出3800亿就是反美，说出加恩就加零啊！事实证明加恩就不是加零，加恩只是要明确化有发价书啊！事实就是美方现在给不出发价书嘛？那请问谁在放话给发价书？你现在要是川普但凡改开发价书，我跟你讲，马上取消。今天是谁要求见谁，全世界都已经看得一清二楚。